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沈月和譚松韻的神仙友誼顛覆常規，線上互動頻繁如早安打卡，線下僅見2次卻默契十足。在娛樂圈的忙碌與曝光中，他們用不見面、不打擾、不硬凹詮釋了成年人友情的珍貴。真正的默契不在合照數量，而在於我懂你的遠距離偏愛。我覺得吧，沈月和譚松韻這事兒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他倆多鐵，而在一個現實版網友友情升級失敗現場。大家都以為他倆老在一塊兒聚會，結果人家坦白線下就見過2次面，真是聽完直樂。說實話，剛衝熱搜那會兒，我還以為是哪個營銷號標題黨特愛編塑料姐妹情那點套路，什麼9位同框同場零互動那套舊劇本。結果仔細一看，嚯，這回還真不是添油加醋，而是本人親口說的事兒，立馬味兒就不一樣了。而最魔幻的點在這兒，你看他倆平時社交平台那個互動頻率，互相誇，互相 Q， 隔空打氣像發早安打卡一樣勤快。很多人腦補的畫面都是倆人應該動不動就線下聚個餐，喝個奶茶，給對方挑劇本，沒事兒還會在對方家裡盤腿吃火鍋那種。結果呢，現實告訴咱，人家這神仙友誼核心就是不見面、不打擾、不硬凹，網上嘮嗑夠用，線下緣分看天。我就納悶了，為啥這麼多人一聽才見過2次面就要震驚半天？好像友情這東西非得按打卡次數算評分似的，見10次才算真閨蜜，見2次就只能叫網友，誰規定的啊？而說回這倆姑娘本身，圈內不少報道早就寫過，她倆都是典型元氣治癒系，一看臉就知道那種，長相清清爽爽，沒啥攻擊性，不靠豔麗妝容博眼球，也不搞老娘最爛那套，走的就是鄰家小妹路線。一個來自湖南的短髮甜妹，一個四川軟糯掛，都是通過校園感、青春劇出圈，觀眾緣那是肉眼可見的好，哪怕你不追他們作品，刷短視頻也總能刷到那種笑得跟小太陽似的片段。你說這種氣質的人互相吸引，那也挺正常，算是同行裡難得的同頻感，而網友很容易一拍腦袋，直接把他倆封為圈內模範閨蜜，誰都沒仔細想過，友誼這事兒有時候可能真就是停在屏幕那一端，也挺妙。說實話，我混媒體圈這些年，倒是見多了另一種場景，微博上天天姐妹親愛的我的女孩，線下活動同框一個眼神都懶得給，台上抱一抱，台下各玩各的，發布會結束連個微信都不加，工作需要而已。而沈月跟譚松韻這模式還挺反向的，宣傳期結束了，還時不時在社交平台給對方打 call， 有新戲上了會幫忙帶話題，過生日發個公開祝福，像那種離得遠但不是客套的狀態，很微妙。這種關係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，其實特別常見，尤其這幾年大家都被工作通勤壓得夠嗆，成年人友情基本分2類，一種是隔3差5線下約飯的同城哥們兒，另一種就是很懂你但1年見不了2次的人。你看跟他倆有什麼區別嗎？我有個老同學，人現在在深圳，咱在北京，整整5年沒見，微信聊天加語音通話加吐槽領導，聊得那叫一個溜，可真要湊個假期見一面，永遠各種事兒撞一起，人家公司加班，咱這邊上選題會，機票也不是每次說走就走，友情的含金量難道是在高鐵上刷出來的嗎？而娛樂圈本身更誇張，工作排期基本是精確到小時的，今天上海路演，明天橫店進組，後天就能飛個海外活動，新劇、綜藝、代言一堆堆，誰也不敢隨便空3、4天說就為了和一個朋友喝杯咖啡。你看啊，很多人喜歡把娛樂圈想象成一個內捲加社交修羅場，
誰跟誰抱團，誰跟誰疏遠，一定後面藏着八卦。稍微看到誰不合體，就要腦補一出塑料姐妹情。可問題是，現實更多時候就是各忙各的，時間不在一個頻道上，別啥都往撕逼那兒想。而沈月和譚松韻這倆，反倒像是把精神同頻這事兒演給你看，沒什麼大型同框節目，沒有常駐同一綜藝，一個在拍劇，一個在宣傳，線下撞上的機會本來就少，他倆能有緣線下見到2次，說明關係至少真心惦記過，是奔着對方去，而不是順路捎帶。從公開報道看，他們關係一開始也是從作品走到一起的，觀眾會自然聯想，把2種相近的氣質綁在一個元氣姐妹的框架裡，再加上平台剪輯一堆混剪， CP 感立馬被點燃，網友一嗨就自動腦補劇情，肯定經常一起逛街、聚會、夜聊。結果本人出面拆台，說了個實話，我們其實就見過2次，這一下全網的幻想泡泡都被戳破了，大家才發現，原來自己在嗑的很多姐妹情，根本就是觀眾自製劇，主角都不知道你嗑得這麼上頭。我覺得吧，這個落差有點打臉，但也挺好，給大家潑了點冷水，別老拿自己的想象綁架明星，人家在屏幕裡演的是角色，不是24小時直播人生。而對於他倆來說，這種見面次數極少的友情，反而更能說明一個挺現實的東西，在極度忙碌、高度曝光的職業裡，有一個我懂你的同路人，比一個天天見的酒局搭子珍貴多了。你想啊，娛樂圈這種地方，稍微關係走近一點，就可能被放大，同框多了會被說捆綁炒作，一段時間沒合體又被說關係變淡。現代版社交監控，粉絲和營銷號合夥當顯微鏡，他們倆這種只在線上互相打氣的方式，是不是反而是一種自我保護？而粉絲那邊也挺可愛，熱搜底下好多留言都是求合作、求同台、求一部雙女主治癒系輕喜劇，最好那種連海報都能給你設計出來，人物設定都湊齊了，一個是活潑嘴碎型，一個是溫柔治癒型，標準甜劇配置，想象力比編劇組都豐滿。說實話，從行業角度看，這種呼聲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。現在觀眾挺吃鬆弛感女主的，厭倦了那種裝酷、用力過猛的強行人設，像沈月、譚松韻這種真人狀態就挺鬆軟日常的，放在一塊拍點都市小品、合家歡劇，可能真能打。而他倆這波見面才2次的話題，本身就是一個極佳預熱，等哪天真有項目官宣元氣雙女主，你看這話題又能被翻出來炒一波。一句網友盼了這麼久終於成真，流量不用愁。不過話說回來，我更關心的是，大家從這件小事裡能不能反過來照照自己，有多少朋友是你微信聊天挺熟，心裡也挺在乎，但一年真見不了幾回的那種，你會因為見面少就覺得那不是朋友嗎？有些關係是需要頻繁見面維繫的，比如同事、酒肉朋友，局裡那幫小夥伴。也有些關係是哪怕3-5年不見，一見面還能接上次的話題，不需要你每天去問在嗎，但你心裡知道有事兒這人一定會回你，那種安全感跟距離不掛鈎。我老覺得成年人世界有一個特別現實的共識，有些人適合天天混在一塊，有些人適合遠遠的喜歡，有些人就適合待在朋友列表裡，看着他的朋友圈更新，偶爾點個讚，發個表情，但你就是會默默希望他過得好，這種低頻的惦記也是友情。娛樂圈也是一樣，只不過一舉一動被放大審視，給你看多了，就容易忘了人家也只是普通人，只不過幹的工種被攝像機放大了。很多網友這次的感慨我特別認同，真正的友情不靠合照數量，不靠合體次數，而靠那種我欣賞你，你也偏愛我的默契。這種默契可以不聲張，也可以不營業，
但是你一旦提起對方，是真心笑出來的那種，這才靠譜。所以我反倒挺喜歡他倆這種狀態，沒有硬凹姐妹情深的劇本，沒有強行綁在一個綜藝裡營業一整季，就是很自然的互相喜歡，互相欣賞，緣分到了再見，緣分沒湊上也不硬安排，活得特鬆弛。粉絲當然可以繼續嗑，繼續許願多合作，但別逼着現實去按你想象的方向長。友情這東西最怕的就是被圍觀綁架，一旦變成你們必須多見面，不然就是塑料，那味兒就變了。說到底嘛，我更希望未來有一天，他們倆真有機會在一個劇裡當同事也好，閨蜜也好，哪怕就是客串一場同框戲，也算是給只見過2次面的這段緣分添一頁新的故事，到時候咱再八卦也不遲。至於現在，就讓這份見得少但惦記着的友誼安安靜靜待在那兒，挺好，倍兒真實，倍兒人間氣兒。